暴君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爹乃护国将军，功高震主，暴君怀疑我爹有谋逆之心。为保一家老小，我自愿进宫选秀当人质。选秀当天，暴君居高位，随意定生死。朕最讨厌紫色了，今天穿紫色裙子的秀女都杀了。我悄悄环视，全员紫裙，忍不住在心里骂：狗皇帝果然草菅人命，喜怒无常。下一席，暴君冷厉地朝我看来：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你方才说什么？暴君逆光而战，冷眼俯视着我。我跪在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回皇上，臣女刚才并未说话。天杀的，我压根没张嘴好不好？气氛安静的诡异，宫女太监惶恐跪下一片。就在我以为要小命不保时，暴君俯身钳住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起头望向他。一张艳丽的脸庞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眸若春水，迎着潋滟光华。狗皇帝长得真好看，到底是谁说他又老又丑的？分明是嫉妒他美貌的谣言。暴君盯着我半晌，目光在我右耳垂上的红痣停留一瞬，倏地笑了起来。你很合朕的心意，封为惠嫔。我成了暴君唯一的嫔妃，因为那些秀女全部被杀了。偌大的后宫，就我和当今太后2个人。太后喜静待在慈宁宫静养，她不喜被人打扰，免了我的请安。我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睁眼就点餐。18个婢女轮流伺候我，出宫都无需我亲自脱裤子，比我在现代当社畜爽多了。我是胎穿，上班猝死，成为当朝谢将军的庶女。感谢老天爷开眼，终于让我享福了。结果暴君晚上来了，美其名曰侍寝。还有这好事？我激动地站起来，故作害羞，臣妾为皇上更衣。狗皇帝这颜值，睡了我不亏。不知道身材好不好，扒开我看看。暴君迅速后退，躲开了我的手，对门外的李公公道：把东西搬进来。李公公和2个太监捧着笔墨纸砚，堆成小山的奏折进入宫殿，放在桌上后便退下关上了门。时辰尚早，不急就寝。朕有些奏折没批完，爱妃是想帮朕磨磨，还是想休息长眠？能为皇上做事，是臣妾的荣幸。我谄媚地跑过去磨磨，一炷香燃尽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心中怨气冲天，手好酸，一直让我磨磨，也不让我歇会儿。生产队的驴干活还有口吃的呢，我有个屁！明天我就吊死在门口，化成厉鬼索你命。暴君批阅奏折的手一停，揉了揉肚子，有点饿了。李公公传膳。不一会儿，桌上的奏折被精美的菜肴取代。我闷头吃着，不管旁边的暴君。干了那么久活，我凭什么要伺候他？突然暴君抬手抿去我唇角的食物残渣。慢点吃，又不是最后一顿。冰凉的指尖擦着我的脖颈而落，如蛇尾清扫。我怀疑他想杀我，那更要吃了，不能做饿死鬼。吃饱喝足，暴君恩准我上床睡觉。我眨巴眼看着他，皇上不就寝吗？保暖思淫欲，可以开干了。爱妃想继续磨磨，我麻利爬上床，闭上了眼，本意是想装睡，不知不觉竟真的睡着了。暴君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他绝对有病。暴君一连7天来我宫里批阅奏折，外面传我恩宠荣盛，有望诞下皇子封后。我冷笑，老娘手腕都快磨断了，这恩宠给你们要不要？狗皇帝一定是那方面不行，所以天天来我这里留宿，迷惑众人。难怪后宫就我一个妃子，感情是怕人多不好瞒。咔嚓，什么动静？我疑惑地偏头看去，暴君忽然站起身，垂袖盖住了手中被捏断的狼毫，阴冷地睨了我一眼，直接叫李公公捧着奏折走了，一字未说，摆着一张臭脸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有病吧。好消息，我不用磨磨了。坏消息，暴君带我参加了宫宴，搂着我坐在高位，接受数百双眼睛的注视。我待得不自在，仰头跟暴君说悄悄话：皇上，臣妾不如下去坐吧。爱妃不喜欢和朕待在一起。暴君俯首贴在我耳边低语：
搭在我肩膀的手移至我的后颈，不轻不重地揉捏着，仿佛随时能捏断我脆弱的脖颈。我当即依偎进暴君的怀里，环上他的腰。臣妾就喜欢和皇上贴贴，狗皇帝腰好细哦。暴君一僵，抬手端起桌上一盘葡萄，剥皮喂朕。我意犹未尽，收回手照做。余光扫见坐在下方守卫的父亲、姐姐。父亲一脸满意地看着我和暴君互动，而姐姐眼中充满了嫉妒。我知道姐姐后悔了，入宫的名额本是她的。父亲子女不多，膝下只有我和姐姐2个女儿。我是外室生的，地位比不上正室所生的嫡女姐姐。娘亲去世的早，再加上姐姐还经常设计陷害我，偷盗她东西，变着花样让父亲讨厌我，导致我在将军府过得不如一个下人。3天饿5顿，住在最冷清偏僻的院子，无人问津。直到半个月前，宫里传出消息，新皇怀疑父亲有谋逆之心，起了杀意。父亲惶恐不安，就想到了送女儿进宫当人质，表忠心的主意。可是新皇楚琼登基不过3个月，杀人上千。什么你的长相朕不喜欢，衣服太丑，语气不对，左脚先迈进来。杀人的理由千奇百怪，更有传闻说他喜食人心，貌如夜叉，完全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。姐姐不敢去，想起了我的存在。那天是我穿越过来吃的第一顿饱饭，1盘肘子，2碗米饭，换我自愿入宫选秀。在大昌，庶女只能为妾，反正日后也要被父亲塞进哪个后院里做妾，我为何不进宫搏一搏，做个地位高的？就像现在，父亲和姐姐要仰视着我，不能饿着我，对我不敬。忽然一道尖细的嗓音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有刺客，快护驾，保护皇上！一柄利剑破空而来，直逼高位。我身体反应快过脑子，一把推出身旁的楚琼挡剑。楚琼不敢置信，墨色的瞳孔映出我惨白的脸。完了，人生到头了呢！皇上您别死，臣妾不能没有您啊！你死我今天也吊死在大殿上，咱俩一起做个饿死鬼。弑君的下场我真的承受不住。我鬼哭狼嚎地扑在楚琼的身上，楚琼被我压得闷哼了一声，嘴角不易察觉地轻勾了一下，似有几分无奈。爱妃再不起来，朕就要被你压死了。楚琼安然无事，全靠金丝软甲挡住了那一剑，不仅当场手刃了那个刺客，还抓到了幕后指使。安王，先皇的弟弟，楚琼的皇叔。皇叔，你是亲眼看着朕长大的，怎能想要杀朕？自从你登基，朝中老臣被你杀了一大半，死在你手中的人更是不计其数，残暴不仁，心狠手辣，你根本不配为君。本王杀你，乃替天行道。安王说的义愤填膺，下一瞬被楚琼的长剑贯穿了胸膛。皇叔声音太大，吵到朕了。一时间，大殿鸦雀无声。楚琼缓缓抽出染血的长剑，走向高位的我。爱妃，你可知是君有何下场？剑尖拖地，发出刺耳的滋啦声。我一哆嗦，跪在地上，回皇上是凌迟处死。臣妾方才是脑子抽风，才推了皇上。嘘。楚琼伸手抵在我的唇上，顺势抚摸上我的脸颊。爱妃做得很好，你的命比朕的重要，下次再遇到危险，依然要这么做。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皇上您正常点，臣妾害怕。不行，您给臣妾意见呢？楚琼没有动我一根头发，反而当众给我升为了贵妃，准我搬到乾清宫与她同住。我觉得楚琼有毛病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了暴君有多宠爱我，甚至可以不在乎他自己的性命。太后也因此召见了我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大昌的太后，年过40却保养得极佳，一袭身子宫装，眉目温和地望着我，确实是个妙人，难怪皇上对你痴心一片。不过皇上的脾性你比哀家清楚，终有一日他会厌烦你，杀了你。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。我听懂了，这是来拉拢我的。太后想要臣妾做什么？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。
太后从袖中拿出了一个瓷瓶，放在了桌上。此乃春日醉，无色无味，遇水即溶，连用10日，必死无疑。你现在与皇上同住，最适合下手。明珠，哀家希望你为百姓，为大昌谋一位人君。我垂眸不语。可是大昌的百姓都喜欢楚琼。朝臣说楚琼凶狠毒辣，枉为人君，是因为他登基第一件事杀贪官，除奸臣。死去的那上千人是吸食百姓血肉而生的水蛭，是藏在大昌数十年的蛀虫。杀尽贪官奸臣，减少税收，百姓的日子不到半年就好了起来。这是我在民间的所见所闻。而入宫这小半月，我看到宫女太监3餐有荤有素，住的是独立小屋，每隔3天可以出去探亲一次。楚琼取消了繁琐的规矩，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，生活保障。他们并不怕楚琼，而是敬重他们的君主。至于那些秀女，压根没死，好吃好喝的养在冷宫里做人质。除了不能出去，楚琼满足了他们一切条件。上次我路过冷宫，还有姑娘笑着约我打牌。楚琼根本不是暴君。见我默不作声，太后沉下了脸。惠贵妃的意思是不愿解救大昌于水火之中了。我伸手拿起瓷瓶，颔首低眉，臣妾定不辱使命。太后重新露出笑容，赏了我一个玉镯子。我带着赏赐，前脚刚出慈宁宫，后脚就去了御书房。瓷瓶一放，镯子一摘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太后娘娘弑君，她要臣妾毒杀您。我不懂朝中局势，但我知道该抱哪条大腿。太后再厉害，也斗不过一步步爬上来的皇帝啊。楚琼正愣须臾，低笑出声，抬手拂掉了桌上写有贵妃见太后是否杀之的纸张。爱妃，你当真是让朕好惊喜。月色凉如水。楚琼第一次没有让我磨墨，屏退众人，与我在乾清宫的院中对饮。你可知朕为何单单讨厌紫色？因为呀，太后喜欢。对于宫中秘闻，我多少听说过一些。太后并非楚琼的亲生娘亲，楚琼的娘亲在生下她后就死了。先皇将她放到无子的灵妃膝下养着，谁成想1年后，灵妃怀孕，诞下了一位皇子。楚琼的苦日子就开始了。灵妃怕楚琼长大后与她儿争夺皇位，故意挫她的性子，逼她吃弟弟的剩饭，跪在弟弟面前当擦脚垫，任由弟弟打骂她。她想让楚琼知道，无论她有一天爬到多高，都是她弟弟的脚下之时，永远是她弟弟的狗。偏偏6位皇子，只有楚琼最争气，忍辱负重，登上了皇位。灵妃慌了，为求楚琼放过她，亲手杀死了她的儿子，以养恩威胁绑架，煽动朝臣，让楚琼立了她为太后。自此两人越发不对付。选秀那天，秀女所着的衣裙皆是太后准备。太后想以此激怒楚琼，彻底坐实她暴君的名声。主打一个杀不了你，就恶心死你。楚琼像是喝醉了一般，慵懒地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太后惦记朕的皇位，甚至不惜与安王苟合。可惜安王行事鲁莽冲动，毁了他行刺的计划，他便将主意打在你的身上。你把下毒一事告诉朕，太后必定会报复你。爱妃，你信朕可以保护好你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楚琼望着我，片刻，轻轻用鼻尖蹭着我的脖颈，如同是在撒娇。朕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明珠，这是楚琼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缠绵婉转，怪好听的。我没等到太后的报复，但等来了我的嫡姐。姐姐一屁股坐在殿中的椅子上，趾高气扬命令我：限你3日，想办法让皇上宠幸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姐姐你不能长得丑，就想得美。腿长在皇上的身上，他想宠幸谁就宠幸谁，本宫管不了。谁说爱妃管不了的？楚琼走进了宫殿，姐姐连忙起身行礼，目送秋波，臣女谢雪儿见过皇上。朕知道你是爱妃的姐姐。楚琼走到我身边坐下，状似不满。你姐姐想进宫，爱妃你怎能不帮她？就留下当你的贴身婢女，伺候你饮食起居吧。姐姐，我也有点懵，却感受到耳边传来温热的呼吸。
楚琼压低声音说，尽管教训他，人死了，推阵头上，这多不好。我险些没压住上扬的嘴角。楚琼一走，我就往椅子上一靠。小雪子，来给本宫捶捶腿，记得跪在地上，不要抬起头，本宫厌丑。谢明珠，姐姐刚喊出我的名字，宫女狠狠甩了她一个耳光。放肆！贵妃明慧，可是你能直言的，若不小心伺候，奴婢这就去请皇上过来治你的罪。姐姐不甘地跪下照做，力气太小了。算了，你去倒杯茶吧。怎么这么烫？宫女很有眼力劲儿的又扇了姐姐一个耳光。你是不是想谋害娘娘？我没有。大胆，竟敢自称我奴婢只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不熟练，奴婢马上去换一杯。姐姐借着端茶，狠狠地对我小声说。谢明珠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挑眉，姐姐从前在府里不也是这般对我的吗？你让我给你捶腿倒茶，做你的婢女，一言不合就甩我一巴掌，说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以后到夫家可以更好的伺候夫君婆婆。姐姐，怎么到你身上，你却不乐意了？我那是我反手一巴掌将姐姐抽倒在地，如她曾经对我的样子，轻蔑地俯视着她。你该自称贱婢。不到一旬，姐姐比入宫前瘦了一大圈，脸颊红肿不消，然而仍对楚琼不死心。当着我的面，姐姐朝楚琼跪下，渲然欲泣地告状：皇上，请您为贱婢做主。贵妃娘娘她动不动就责罚贱婢，虐待贱婢。楚琼不耐烦地打断姐姐：朕就喜欢爱妃她这一点。你只是受点皮肉之苦，但爱妃她收获了开心。你身为姐姐，不应该也很开心吗？姐姐瞪大了眼，我猜她是想骂楚琼神经病，因为我也经常偷偷骂。请皇上送贱婢出宫。贱婢思念父亲。准。楚琼看向我，爱妃也很久没回将军府了，朕陪你一同回去看看。我怀疑楚琼没憋好屁，果不其然，楚琼带上了数千禁卫军，队伍浩浩荡荡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抄了将军府。吓得父亲一见到楚琼就跪在了地上。微臣参见皇上，不知皇上带这么多禁卫军来此，所谓何事？楚琼抬手揽我入怀，另一只手挥了挥。禁卫军压着姐姐上前。爱卿，朕有你2个女儿，你想要哪一个呢？不只是父亲和姐姐，我也呆了。狗皇帝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摸不清楚琼的心思，父亲谨慎地回答：明珠和雪儿都是微臣的女儿，微臣自然哪个都要。既然爱卿选不出来，那朕帮你选吧。以后明珠就只是朕的爱妃，与你谢家再无关系。皇上，抗旨，斩立决，5个字毒死了父亲，不是谢将军的话。禁卫军把谢雪儿还给了谢将军。我晕乎乎的被楚琼带上了马车。皇上为什么要断绝臣妾与谢家的关系？楚琼有一下没一下的捏着我的手指。谢老将军最近与太后走得极近，朕怕日后你会被连累，干脆除掉了这个隐患。况且朕听说你在谢家过得并不如意，那个破地方不要也罢，你若愿意，皇宫就是你的家。砰砰，我听见我心跳加快的声音。狗皇帝，你这样我很难不爱。手指的力道倏地加重了几分。楚琼抬眼看着我，喉结滚动了一下。爱妃今夜可以侍寝吗？我做好了磨墨的准备。楚琼却带我上了床。烛火摇曳，我不自觉地抓住楚琼的衣襟。这时候认怂会不会被嘲笑？可是我只在电影里看过，没有实践经验啊。我不禁努力地回忆以前看过的劲爆画面，脖间蓦地袭来微微的疼痛。楚琼轻咬着我脖颈的皮肉，抬手覆上我的双眼，含糊不清的声音渐渐远去。爱妃要专心。事实证明，楚琼身体无病，非常行，并且在那方面与我十分契合，知我深浅，懂我轻重。我感觉我捡到了宝。那夜过后，赏赐如流水般进入我的宫殿，珠宝首饰、绫罗绸缎、古董珍宝
凡是楚琼有的，接送来给我。还有一道封我为皇后的圣旨。李公公笑容满面，恭喜娘娘。封后大典在下个月15，皇上说他要给您举办一场盛大的典礼，让您永生难忘。确实难忘，因为大典这天，我被太后抓了，五花大绑，蜷缩在慈宁宫的地上。太后冷冷地盯着我，哀家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，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倒好，竟敢戏耍哀家。我得拖延时间，等到宫女发现我不在寝宫，必定会去通知楚琼来寻我。嘴一扁，故作委屈。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天天给那狗皇帝下药，可他什么事都没有。太后，你给臣妾的毒药会不会过期了？你当哀家是跟你一样的蠢货吗？这时，一个太监匆匆跑进来，启禀太后，皇上带兵朝慈宁宫来了，把这贱人的嘴堵住，扔到那边的枯井里。是，枯井是浅井，并不深，也摔得我浑身剧痛。死老太婆，惹到我你算是踢到棉花了。打不过，惹不起，我咒你一天比一天老。我在这边疯狂诅咒，井外传来楚琼的声音：母后，朕的爱妃呢？哀家已经送她出宫，去了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只要你今日写下诏书，对外称你身体不适，退出朝堂，将大权交给哀家代管，哀家保证谢明珠不会有任何事情。否则，你这辈子只能去黄泉路找她了。母后为了皇位，当真是煞费苦心，不惜与宁王苟合，在外传播朕乃暴君的谣言，又命谢将军在外拖住朕，趁机抓走朕的皇后。随着楚琼一字一句说道，外面响起拔剑的声响。皇上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对哀家动手，你是不想要谢明珠的命了吗？母后放心，朕自会找到朕的明珠。噗嗤，疑似利刃入体而又抽出来的闷声。我躺在井底，生无可恋。狗皇帝，你把太后杀了，你去哪找老娘？下一息，头顶的光线被挡住，楚琼一如初见，逆光而战，俯视着我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眼角弯弯，映着缱绻的柔光。明珠，我找到你了。楚琼杀了太后，对外说他是在乱臣贼子谢将军的手下。没错，我前爹偷偷归顺太后了，喜提满门抄斩，连同太后其他党羽。而我因为前不久与谢家断绝关系，逃过一劫，在楚琼的公主抱中，成为大昌第一个在帝王怀里完成封后大典的皇后。无她，掉井里脚崴了。下一个好日子是在4个月后，楚琼不想等。我以为我可以过上刚进宫的闲鱼生活，未料谢雪儿在被处死的前一天晚上越狱了，乔装成宫女潜入了坤宁宫。我刚要喊人，却听她说：我知道皇上一个秘密，妹妹不想听听吗？皇上他根本不爱你，他是在利用你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并不傻。从楚琼带我参加宫宴，遇到刺客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便知道我是他诱惑太后的诱饵。楚琼需要对外展现出一个软肋，引诱太后动手露出马脚，顺理成章除掉他。我自知我无才无貌，楚琼没理由对我那么好，好到不正常，好到都不像是从皇子中厮杀出去的帝王了。但生气谈不上，毕竟我也利用了他。我知道楚琼可以听到我的心声，选秀当天的质问，侍寝第一天的躲避，诸如此类的事很多，太过巧合就会引起怀疑。怎么每次我心里在想什么，楚琼就能知道并做出反应？所以我在宫宴上回忆过去的事，想试一试楚琼能否帮我摆脱谢家。所以我佯装不知，配合他演戏。所谓的宠爱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。有刺客来为我点灯的宫女发现了谢雪儿，慌忙叫来人抓她。地上的人影从凌乱到清晰，楚琼站在殿外，面容隐于夜色中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她紧攥的双手告诉我，她应该是都听到了。我轻咳了一声，皇上知道臣妾刚才在想什么了。那皇上想杀了臣妾吗？我怎么舍得杀仙女姐姐？一句反问让我愣住，这称呼太久远了。6岁那年，先皇寿宴，
我和谢雪儿随谢将军进宫赴宴，谢雪儿故意弄脏我的衣服，想让我殿前失仪，惹怒龙颜。我不敢进殿，躲在了外面。无意间碰到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，很瘦很小，藏在草丛里，只露出一双哭过的眼睛，偷看着往宫殿送去的餐盘，像是一只可怜兮兮的小兔子，引人想去逗它。我悄悄绕到他的后面，吓了他一大跳。你是谁？我呀，我乃天上的仙女。小男孩信了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。仙女姐姐，我肚子饿了，你可以给我变出点吃的吗？我不是很愿意，即使我身上有我刚从马车上偷的糕点，但将军府的下人不给我饭吃，我要留着慢慢吃。可能看出我的为难，小男孩话锋变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很饿，我是第一次见仙女，姐姐你长得真漂亮。小男孩纯净地笑着，肚子却发出不适宜的咕噜咕噜声，脸上泛起尴尬的绯色。对不起仙女姐姐，我最近肠胃不太好。小骗子，那分明是饿的。我经常能听到我自己肚子的咕噜声。你闭上眼睛。小男孩不明所以的照做。我掏出怀中的帕子，里面包的糕点被压扁了一点。本想挑出一块最小的，可看着那张面黄肌瘦的小脸，最终选了一块最大的，放在了他的手里。希望下次见面你不会饿肚子。谢谢仙女姐姐。不怪我认不出来楚琼，她和小时候的差距真的不是一般大。一个瘦弱营养不良，一个艳丽金贵，谁能相信是同一人？楚琼走进宫殿，跪伏在我的床前，轻揉着我耳垂上的红痣。那年仙女姐姐给了我一块糕点，让我撑过了那个盛夏。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只记得你的耳垂上有一颗小小的红痣。楚琼的手落在我的手背上，她的手很大，可以完全包裹住我的手。我第一次见你，不知道是何原因，我听到了你的心声，临时起意让你做我的宠妃，谋算太后，毕竟我能发现你的背叛之心，控制住你。结果看见你耳垂上的红痣，我又改变了计划，尽量保证你的安全，别真的伤害你。未曾想，一头栽了进去。明珠，我心悦你，无论利用还是被利用，我们扯平了。你要自由，我也可以给你。楚琼的声音低了几分。我说过，若你愿意，皇宫就是你的家。你若不愿，随时离开，我为你准备盘缠。说到最后，楚琼俯身枕在我的腿上，温软的脸颊贴在我的掌心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没有人教我，以至于我不懂得该如何爱一个人。对不起，装可怜可耻。可是我想试着留下你。楚琼抬起头，眨巴眼望向我。她本就生的明艳，如今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无端有些勾人。我承认，我颜狗。那我要一道圣旨，如果有朝一日你负我，或是我对你厌烦，我可以随时离宫。生怕我反悔，楚琼立刻起身去桌前写下圣旨，连带着玉玺一同送给了我。明珠想要什么旨意，下次可以自己写。我左手圣旨，右手玉玺，脑瓜子嗡嗡的。你就不怕我篡位做女帝？那我就当你的皇夫呗。楚琼伸手环绕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颈窝。上天怜我，赐我倾听你一人心声的权利，让我身处高位，却不觉得冷清。人要知足，我已经拥有了世间最好的明珠。我偏头吻在楚琼的额前。谢谢你，楚琼，送身处异乡的我一个家。番外，我叫楚琼，是这个国家的三皇子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爱我，所有人都想利用我。母妃死了以后，皇后收养了我。父皇和皇后并不相爱，他们因为权力斗了一辈子，谁也没法真正伤害到对方，却又一直恶心着对方。一开始，皇后费尽心思的要收养我，我以为我有了依靠，结果并没有。她只是需要个傀儡，作为她掌握朝局的棋子。但她教会我很多，除了骑射和帝王之道，她还用行动告诉了我，我只能靠我自己才能突破这个困局。可她没想到，我这个傀儡从来都不是任人摆布的，毕竟我的身上流着父皇自私的冷血。父皇去世后，我顺利继承了皇位，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夺回手中的权力。为了夺回权力，
我杀了很多人，好人坏人，只要阻挡我路的全都没有留下，即使是良臣，我也不会给予一分信任。我成长的经历告诉我，我只能信任自己，因为我的行为已经成为太后的她大肆借此行为宣扬我是暴君，想让我失了民心，失了臣心。可大家见过我的凌厉手段以后，已经没有人敢反抗了。到此为止，我都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，我谁也不能信。直到一次选秀，我本来想把碍眼的人全都除掉，一个不留，我这样的人怎么配有爱情和后代？但是我竟然在这次选秀中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心声，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她使了什么手段，想要陪她玩一玩，戳穿她的把戏。相处过后，越发觉得这个小女人可爱、可怜，想要保护她。在得知她幼年受到的伤害以后，更加想要保护她，想给她报仇。也许我是冷血的，对我来说，家人无足轻重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么看待。还好我能听到她的心声，知道她不反感以后，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守护她，为她报仇了。也许我是偏执的，但是我要用行动告诉她，这个世界只有我俩才是对方的救赎和依靠。也许他是上天眷顾，特意送来让我有一个除了自己之外可信任的人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真的感觉自己慢慢爱上他了。也是遇见他，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此有了意义，皇位、江山、权力、金钱，在他面前都没有了诱惑力。感谢上天把他送到我的身边，教会我如何去爱一个人。我想我会深爱他，直到全文完。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